嗯？都30多岁的人了，啥事也不知道想办法。你说你想挣个零花钱，你出去摆摊去，你在家里摆摊，你能卖给谁？这咋想的？那么费劲呢？多少钱呗20。啥玩意儿20呀？我给你打开。我这擦灰呢，你给我打开干啥？哎呦我的妈！20。行，我给你20。你这个怎么卖的？10块。这个呢？也10块。那这两个加起来多少钱？25。多少钱？25呀。这个多少钱？10块。这个呢？也10块。这加起来是多少钱？25啊。你这账都算不明白呢，你还做生意啊？啊？这个是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。这个多少钱？也10块。我给你多少钱？20。对呀，那你为什么要25？我不这样说，你能买俩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进货又进少了。谁比你过得好？天天跟这个比，跟那个比的。只要你不跟有钱人玩，你就不穷；不跟有能力的人玩，你就不笨。有啥好比的？可是人不都爱攀比吗？你真要比，你就跟马云比，你跟他比颜值，你指定比他好看；你跟杨钰莹比，你指定比他年轻。当你遇到竞争对手卷不过他们的时候，你就把身体养好，比谁活的时间长。少跟比你有钱有能力的人玩。可是我不跟他们玩，我就没有人玩了。那你跟我们小孩玩啊，这样显得你既聪明又有钱。1800的工资，在我们小孩群里，你就是妥妥的小富婆。哎呀，那你介绍几个你的朋友给妈妈认识认识吧。走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如果遇到校园霸凌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那你一定要记住下面这4条保命原则。第一，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一定要放下所有的教养和规则，全力反击，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。第二，对方人多势众的时候，打不过咱就跑，不要恋战，往人多的地方跑，并且边跑边呼救。第三，如果遭多人围堵逃不掉，还打不过的情况下，抓住一个重点反击，起到威慑吓退对方，这叫正当防卫。一旦找到机会逃脱，立马就报警。第四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父母，因为只有父母才是那一个拼了命会保护你的人，知道吧？还有最后一点，妈妈一定要给你强调一下，咱们不怕事，但是咱们坚决不能惹事，远离坏孩子，不能成为霸凌者。反击属于是正当防卫，那霸凌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是纯好奇，想看一下里面有多少钱啊，真没别的意思。那还给你。
是600的，怎么你一看就变成400了？我天，我可不知道，你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哈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连小孩的压岁钱你都拿，妈妈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可是我真没拿。我不管，我告诉我姥姥去。我最怕你姥姥了。我给你补上一个。你别笑。我太难了。很难想象，要是李白能坐上飞机，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句呢？我是李白，我牛批，今日坐上大飞机，日行108000里，杜甫拿啥跟我比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那杜甫呢？我是杜甫，我不服，正在设计飞船图，不用汽油，不用气，压力给到白居易。那白居易怎么说？是的，我是白居易，老李小杜给压力，压力太大不要紧，找到好友李商隐。不是，那李商隐呢？我是好友李商隐，请你3位把酒饮，阁下不才难解围，要分高下找王维。那王维怎么说？我是王维，刚看到网速不好不要笑，住上别墅没骄傲，不信你问李清照。那李清照知道吗？清照视频刚刷到，各位大佬你别闹，最近工作比较忙，不信你问骆宾王。那骆宾王怎么说？骆宾王没空，他干啥呢？白毛浮开水，铁锅炖大鹅呢。你爸这手机怎么换密码了呀？都换好几天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呀？你动不动就趁他喝多了翻他手机，你摆着就是放你的，你这都看不出来。那你知道密码吗？你帮我打开，我看他最近花钱那么多都花哪里去了。我不打。你今天要是能帮我打开，我就请你去吃大餐，菜你随便点。妈妈，你小瞧我了，我肯定不能因为一口吃的出卖朋友。你爸又不是你啥朋友，连朋友都不能出卖，更何况他是我亲爹。你行，那一会儿我去你姥姥家送年货，你别跟着我去。我这是把钱都花在刀刃上，哪像你爸呀，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一点都不节约。我爸还不节约。你爸哪里节约了？你等会儿。你看他这洗澡洗脸的毛巾都漏风了，还不节约呀？白色的马是什么马？白马。黑色的马是什么马？黑马。黑白相间的马是什么马？斑马。就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问我这120的智商，你真是鲁班面前耍大斧。那黑白红相间的马是什么马？就没有这样的马。有。我发誓真没有。真有。你别笑。那是什么马？你再想想。黑白红。彩虹马？不是。我不猜了。输了还不自觉点。那是什么马？预知答案还不得交点学费？我不问了。一段30米的木材，平均6米分一段，需要锯几次？4次。你回答这么快是用脚趾头想的呀？啊，这脑子是用让门框给挤了呗？这是30米木材，6米分一段，5、6、30， 5次呀。哦，你天天敷面膜，是敷头皮上了吗？脑子咋一点褶子都没有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说谁脑子不会拐弯呢？你看，30米木材，6米分一段，总共5段。对啊。那你看这5段，锯4下就可以了。现在知道谁的脑子被门挤了吧？你别嘚瑟了，我说你这是能考98，你得给我记一大功。
一套书管我6年，补习班也不用报了是吧？你倒省事了。我这是给你们班学霸妈妈买的，你也好好跟着学学。小升初我也不用操心了。你看妈妈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平时在学校也多向你们老师还有同学啥的夸夸我。我经常夸呀。真的吗？那你都是怎么夸我的呀？我说我嘛，要颜值有身高，要身高有学历，要学历有智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一样不占呗，这是。骰子，那是骰子。不是你胡诌是吧？我都读了30多年的骰子了，你给我说骰子？我老师说了，那就是骰子。龟裂，那是军裂。我对你真是感到头疼欲裂。下一个，发酵，发酵还发酵，我看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气愤，气愤，让你给我听写，我确实挺气愤的。这你都给我带沟里去了，你还是去做饭吧，还不如我自己来。写的不错呀，正好妈妈给你做了馄饨还有蛋挞。这是蛋挞，这是馄饨。妈妈不会，咱就别装学吧，这个咱就译着，可省着点丢吧。哎，李亚强，我想换个车，你能不能赞助我点？多少钱？12万，我已经攒了点了，就是还差一点。你那不是有压岁钱吗？还差多少钱？800，还差11万8。我再给你爸要点。你还是先别换车了，先给我换个爹吧。你嘴里按拖鞋了呀？能不能别吧唧嘴？好孩子都让你带瞎了。嘴里按水泵了呀？咋这么能抽呢？能不能文明点？你别笑。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吃饭的时候右手拿筷，左手扶碗。你咋这么叛逆呢？有人。天天叨叨着减肥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吃的第3盆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不胖你胖谁？我太难了。你说今天考个智力测试，怎么还能不及格呢？随根呗。随谁根？你说呢？你妈当年……你可别提当年了，我都听够了。那我现在考考你。考。你大爷跟2大爷到3大爷家里去，说4大爷骗5大爷，到6大爷家里去偷7大爷放在8大爷抽屉里，9大爷给10大爷的100块钱，请问谁是小偷？哎呦我的妈！是哪来那么多大爷呀？你别管哪来的大爷了，你就说谁是小偷吧。来，今天挑战一笔画出五角星和这个圆形，做不到的话，把原来那些钱还给我。那我要是做到了呢？
你这你都能做到？哎，我的天！我这还有100，我就不信。行，五角星得几笔啊？啊，圆形得几笔啊？啊，一笔画出来不能有间断。哎呦我天！懵了吧？脑瓜子就是懵了。今天最后一天上学，怎么回来还不高兴呢？老师今天又罚我了。咋回事？我同桌一到下午上课就睡觉，老师让我提醒一下他。你忘提醒了？不是，我提醒他了，老师还罚我。那你咋提醒的呀？我说到点儿了，你该睡觉了，你该睡觉了。双手不能离开筷子，筷子不能沾水。要是能绕出来，我给你100。沾水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来，你要是能绕出来，我给你100。看好了。你手碰水了？没说手不能沾水啊。你要是再能整出来，我再给你100。看着点儿。你怎么还关水龙头啊？没说不能关水龙头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还有100，我就不信了。你要是再能整出来，这100还是你的；整不出来，你那200还给我。行。我炸！脑瓜子就是懵了。妈妈，这个题我不会。你看，你还得用我吧。小明和小丽去买瓜，小明买差8元，小丽买差6元，2个人合起来买差2元。问瓜多少钱？你先写那个语文吧。语文我写完了。那个数学口算呢？也写完了，就剩这一道题了。有人，哎呀，这2个人也真是的。你说你钱不够就不买呗，还得合起来买啊，也真够气人的。是因为不会才生气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就知道问你也白问。听人家劝，咱俩一起去报个班吧。我跟着你去报班呀。再说报班多贵呀。我知道你心疼的是钱，可我心疼你脑子。学习上帮不上忙就算了，还老是拖我后腿。考试都是前3名。班里就3个人吗？你这样说话很容易没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小时候那朋友就特别多，人家都愿意跟我玩。因为人家知道跟你玩不会吃亏。我亲爸一共出差3天，你就给我吃了3天水煮鸡蛋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？不是，我这不是今天专门犒劳你，给你炒了个菜吗？你这么犒劳我，是我哪里做的优秀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不是，你啥意思呀？就你做的这菜，龙鱼伯伯要是知道你做的菜这么难吃，都不带种的。妈妈的厨艺就是不太稳定，你再忍几天行不行？忍不了了，实在是太难吃了，扔地上狗都不带闻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你说你饭不会做，家也不收拾，我爸看上你啥了？你爸看上我优点了呀？看上我啥了？你管好吃懒做就优点呀。姥姥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了，一会儿就到。家里乱成这样，我看你一会儿咋交代？你就等着挨骂吧。不是，你姥姥真来呀？啊，一会儿就到。其实妈妈做鱼很好吃，等你姥姥来了，我给你们做个鱼吃。快拉倒吧，饶了鱼吧。我要是知道你把它做的那么难吃，人家下辈子都得视不为鱼。又吃面条，我想出去吃海鲜。你想出去吃海鲜是吧？嗯，走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又做错了。公交车站7点发车，每隔5分钟发走一辆。问7点15分一共发走几辆车？
他这一个题，我求求你别辅导我了，你能哪凉快去哪歇会儿不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我不教你谁教你啊？你是我亲生的，我得对你负责任呀。你去那边歇会儿，就是对我最大的负责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打岔啊！做错题还不让人说。你看他这个题啊，7点到7点15是不是15分钟？5分钟发走1辆车，15除以5正好3辆车，你怎么写个4辆车呢7点一辆，7点5分一辆，7点10分一辆，7点15一辆，你自己数数是不是4辆？借着辅导我的名义，天天跟着我偷学知识。我要是定力不强，早就被你辅导成倒数第1了。一个三角形的花坛，每个边都放3盆花，问最少要放几盆花？6盆。你这脑子转不过来，万又装猪上了呀？这是？你先别急，哪一次最后不都是你脑子转不过来弯撞猪上了？它这个是个三角形的花坛，三角形它是不是要有3个面，是吧？它每面放3盆花，3乘以3，天王老子来了，它也是9盆花呀。哦，6盆。妈妈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你得用。慢不过来弯，你就得画图。一个三角形花坛，每面放3盆花。你自己数数是不是6盆花？不是，他能这样算吗？妈妈，你得注意审题，人家问的是最少能放几盆花。最少？走吧。干啥去？用我压岁钱给你报个班去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年轻人，我靠！烂尾楼赶工期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质量呀？我这一假期没有辅导你作业，你说你怎么就不自己争点气进步一下呢？你就非得指望着妈妈呀？你看这个题，一只羊1年吃草场的一半，问几年能吃完草场？你写了个呢年。妈妈，那是 n。不管是呢它还是 n， 他这样写他都不对呀。他1年吃草场的一半，那2年他不就吃完了吗？你说你这过年是不是猪肉吃多了呀？那猪油都渗到脑子里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他1年吃草场的一半，那第2年不就又长出来了吗？所以永远都吃不完。这是数学题，他也不能那样算呀。那也得以实际为准呀。妈妈，你说你过年也没少吃猪脑呀，怎么就补不进去呢？你又在那玩手机啊？还有3天就开学了啊！你作业写完了吗？你是一点也不着急啊？就那点作业，今天晚上我一双手一支笔就能给你创造一个奇迹。我一晚上就给你搞定，你信吗 Later。哎呦我的妈！来会吧。喝点水。你的洋娃娃，洋娃娃。妈妈太哭了，你能帮我接点吗？我也无能为力啊，我还想等着你给我创造奇迹呢。妈妈，你愁啥呢？你看，好长时间没联系的一个小学同学，他突然问我在不在，我该怎么回他呢？那你还能说你不在了呀？怎么说话的呀？我是怕他管我借钱。你有钱吗？你说谁没钱呢？有钱还天天惦记我零花钱。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你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骗子冒充的呢？尊重
一下骗子这个职业好吗？人家是骗子，不是傻子，你心里就没点数吗？不是啥呀，就没点数了。别说钱了，连张卡都没有，人家骗你啥？我跟你说，你也别瞧不起我，我现在还年轻，总有一天我会买辆小跑车接你上下学。妈妈，再买栋别墅。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有这个实力？吹牛呢，我得可着大的吹啊！树上有15个苹果，乐乐摘下来5个，吃了3个，剩下的给了妹妹。问妹妹有几个苹果？2个。你脑子里装的是一坨浆糊吗？啊，1年级的题就这么简单，你都能给我做错，我是真教不了你。你看题，树上15个苹果，对不对？他摘下来5个，减5，吃了3个，再减3，是不是等于7个？你还给我整个2个啊！我是真想带你去数星星，可惜你不识数。那我问你，乐乐摘了几个苹果？题上不说了吗？5个。那他吃了几个？3个呀。所以剩下的2个苹果给了妹妹呀。不对，人家不说了吗？树上一共有15个苹果呢。没摘的那10个还在树上挂着呢，那也不是给妹妹的呀。前面的这个食物你不用管它，它专门干扰脑子里掺浆糊的人用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我也很想带你去数星星，可你这智商，我只能带你去数月亮，词语解释，解释一下什么叫幸运。妈妈从高空坠落。我从高空坠落，这叫幸运吗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正下方有个草垛，这够幸运了吧？行，算幸运。那什么叫不幸呢？草垛上有个叉子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怎么偏偏在草垛上放个叉子呢？所以是不幸呀。你别笑。下一个，什么叫希望？妈妈没有落到叉子上。我没有落到叉子上是吧？大小你快吓死我了。行，这还行。来，最后一个，什么叫绝望？妈妈也没有落到草垛上。绝望是这样解释的吗？你看这么大个草垛你都没落上去，这还不够绝望吗？妈妈，这2张要是你选，你怎么选？那我肯定选这一张呀。你真傻，你不会2张都选吗？你又给我闹呀？啊？我有心情给你闹吗？他们现在已经都怀疑我智商问题了。这还用怀疑吗？又气我。那我给你出个5以内的考考你智商。你别笑。我以前跟你说过，5以内的那是3岁小孩玩的，你考你妈。那你考吧。一只小青蛙掉进了四周光滑的3米深的枯井里，它一次最高跳1米，问几次才能跳出去？你这是侮辱我的智商！就这么简单的题，一次跳1米，他3米的深井，他跳3次他就直接跳出来了呀！哎，你这智商呀，这次他们彻底不用怀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他们都说你智商低，不让你再辅导我作业了。我智商低？那不开玩笑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不是跟你吹，我上学那一会儿，我回回都考第1。是倒数第1吗？正数第1。那我给你出个5以内的。你瞧不起我呀？5以内的那不都是3岁小孩玩的吗？啊，你给我往高了吹呀！你给我出一个
10以内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一只小青蛙掉进了10米的枯井里，每天往上爬3米，晚上往下滑2米。问几天才能爬出去？这个太简单了，你看啊，它每天往上爬3米，晚上又滑下来2米，这就相当于它一天就爬了1米。那一天1米，它10天就10米，它10天就爬出去了呀。哦，不怪人家说你智商低。不是不对吗？一天1米，7天是不是就7米？啊，对呀。那到了第8天早上，他又往上爬了3米，7加3不正好等于10吗？不是，那他第8天他不往下滑了呀？你别笑。人家好不容易爬出去，为什么还要往下滑？是他脑子有病，还是跟你一样智商低？